身为打工族的我们呢，有时候需要设计一些简单的海报或者传单来宣传自家的产品。但是呢，我们并不会设计，然后付费请来的设计师来帮忙。然而，有些设计的费用是非常的昂贵的，公司所赚的钱可能一部分是用来交给设计师呢。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树人黄。我会陆续的上传一些在职场上所需用到的网站和应用程式的短片，好让大家学习与参考。这里呢，我会介绍一个网站它叫 Freepik。我们可以从这里呢下载一些免费的平面设计素材，如海报、书本、杂志或者传单等。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设计呢用于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等。我本身也是一个设计的素人，只要大家掌握一些基本的设计技巧呢，就可以完成精美的设计了。偷偷告诉你哦，很多专业的设计师也是用这个平台来下载一些素材呢。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在 Freepik 下载一些素材。Freepik 的用户呢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免费，第二是付费的用户，或者叫 Premium User。像我这个素人呢，我当然是选择免费的啦。然后免费的用户呢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还未注册的用户，一天可以下载3个素材。注册了的免费用户呢，一天可以下载10个素材。一天10个素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今天你下载了10个素材，第二天也是可以下载10个，以此类推。如果你本身是有公司团队，或者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的话呢，或许一天10个素材是不够用的。或者你可以订阅 Premium User 付费的账户，那么呢，一天你可以下载100个素材。作为一个免费的用户呢，我们需要放 attribution 这里表示，比如我们有把那资料放在 website、blogs、ebooks、newsletter、social media profile or post、printed product， 比如海报、书本、杂志等等。我们要在我们的设计呢在下方放 Design by Freepik 或者 Cover Design by Freepik。如果是 video 的话呢，我们需要在 video 的最后那边，我们要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这里放那个 attributions。如果你本身是研发电话应用程式或者游戏的话呢，也是需要放这个 attribution 的。现在到我们的实际操作啦。第一步，我们要搜索我们想要的一些素材，比如我们看这里我们要 PSD 就是 Photoshop， Filter 就是我们要去过滤我们想要的一些选项，比如我要照片，还有我要蓝色。这里呢，我们可以搜索我们想要的一些主题 C。OK，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蛮喜欢的这个海报，所以我就可以单点下载。Go Premium 就是要付费的，而且不用给 attribute。Free download 的话，我们需要给资料来源的，所以我要 Free download， 就单点一下，然后资料就在这里下载着。这里一个恐龙呢，还扣着说 ，Hey， remember you have to attribute Freepik。就是刚刚我说的，你要在你的设计里面呢，你要放上 Design by Freepik。然后好了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单点我们已经下载好的素材。下载过后呢，我们要进行就是解压的一个行动。我们要按右键，然后按 Extract Files， 然后按 OK。那我们把它打开，里面有2个文件，一个是照片。刚刚我们就是所选的一个海报设计，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Photoshop 的 file， 点击打开，
好，然后我们就成功进到了海报里面，按着 Alt 将滑鼠的滑轮朝上推，然后将海报放大。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就是可以把这些字体换成自己想要的，比如我要换成海洋世界。OK， 这些字也是可以换的。然后这些图案呢，我可以把它们改的，然后按 Ctrl T， 我可以把它拉大。然后这些也可以移动的。然后这个照片我可以换成我自己想要的照片，按 File，Open， 然后我们按 Pictures， 然后把它移过去。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右边那个 Layer 这边，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的话呢，可以去 Window， 然后按这个 Layer。就可以了。然后你看这个女孩子照片，单点一下，它在最后的第二个。然后这个海龟的话呢，在上面一个，所以你可以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你再把这个海龟的照片移下去。然后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藏起来，这个女生藏起来。然后同样的 Ctrl T。把这个照片变大，然后按 Enter 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想要换颜色的话，也是行。单点，你可以把它换成你想要的颜色。单点 Color Overlay， 然后你可以选择紫色，单点 OK， 所以它就变成了紫色了。还有，我相信大家都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人。请在海报的正下方这边放 Attributions 精灵标识，你可以写 Design by Free Pick， OK， 所以你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其他的你可以把移上去，还是移去别一边。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美化。好了过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设计呢输出出来。我们按 File Export， 我们可以将它输出为 PNG 的格式。可以为这个设计命名。输出过后呢，我们可以将文件打开来观察。当当！所以简单的海报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完成了。我们可以将这些设计呢印出来，成为海报、传单或者放进书本、杂志等。我们也可以将它用在视频、网站或者社交媒体等，当然还可以用在其他各式各样的管道。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请点赞、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再见。